以目前的医疗水平来说，后颅窝大量出血是没有办法做手术的。就算华佗在世，也回天无力。药物治疗呢？现有的药物只能起到局部止血的作用。后颅窝这个位置大量出血，药物暂时没有效果，至少没有成功的案例。那目前的情况看，就等于是让患者放弃治疗，是这意思吗？根据患者目前的出血状况，最多还有4、5天的生存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治疗已经没有意义了。患者只有18岁，我想再试试。这样吧，等我们明天见到患者家属之后，再去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好吧？肖医生，你怎么了？为什么我当时不再坚持一下，让他把 CT 做了，及时诊断出病情，及时治疗，就不会发展成现在这样了？你可千万别这么想，你已经尽了一个医生应尽的义务。是患者家属不肯做 CT， 字也是他们签的，这跟你没关系。如果当时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劝家属把 CT 做了，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可是当初患者的症状并不明显，他没有耳鸣，也没有呕吐，他的心肺血压也都是正常的呀，谁会想到他是后颅窝出血？我们是医生，就应该想到所有的可能性，更何况这个患者只有18岁。小燕，我有必要提醒你啊，你现在的状态很不对啊。陆主任，我知道，但我想，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失误，这不是你的失误。唐话说的没错，我知道，在整个接诊的过程当中，你根据患者的情况，做出了正确的诊断，而且你尽到了告知的义务。是患者的家属坚持不愿意做 CT 检查，才导致现在的后果的。所以，在患者方南整个的诊治过程当中，我认为你的处理没有任何的问题。主任，我知道，你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高，而且你很负责任。但是我想提醒你，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咱们要以专业的角度面对自己，还有患者的家属，尤其是不能在患者家属面前流露出你自责的情绪。如果让他们看到了你的自责，他们很有可能要挟你，甚至于咱们医院。现在医患关系这么紧张，咱们不得不防啊。况且这件事情上，你本来就没有任何的责任。我看你是怕出了问题，影响自己的前途吧。白竹，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我就是个普通人。我想升官发财，很多人都喜欢，我也不能免俗。但是刚才我跟萧燕说的这些话，不是怕影响我个人升官发财，我是怕这些事情影响到咱们尽心尽责的当一名好医生，影响到咱们心无旁骛的去治病救人。想当好一名医生，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学会保护自己。咱们只有保护好自己了，才有时间和精力去治病救人。这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那些等待救治的患者所要负的责任。对，后颅窝出血。好，如果你有相关信息的话，麻烦发到我邮箱，谢谢。嗯。I'm Shirley. I have a favor to ask. It's important.
OK。肖医生，你不吃了？肖医生这2天不知道怎么了，整个人都魔怔了。估计还是因为那个后颅窝出血的患者呗。那也不是他的责任啊。是不是他的责任？但他自己心里过不去呗。他老觉得再坚持，或许那个患者还有救。你发现没？其实某些方面看，他和你有点像。哪像啊？脑外科的专家都说了，那个患者没有希望了，可他仍然不肯放弃，满世界的找资料、找病例，他在寻找奇迹。你是想陪着患者一块儿死？没事吧你们？我没事儿，但他这个样子下去，早晚要出事儿。怎么回事啊？这么大个车在这儿都没看见。我本来想去 ICU 的，不知道怎么的就走到这儿来了。这么严重啊？肖医生，你没事吧？刚才幸亏白竹拉了他一把，要不然真的就出事儿了。哟，你还知道英雄救美了？我是怕同山医院急诊科成为笑话。你们想啊，一个急诊科医生在急诊中心大门口，被自己医院的救护车给撞死了。行了，你别老说这些不着调的话了。他就是好话不能好好说。我今天把大家叫过来哈，是想就着这个后颅窝出血的患者，和大家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医学的边界在哪里？医生的边界又在哪里？我先谈一下我自己的想法哈。我在这急诊科也干了20多年了，参与救治了很多的病人。我有一个非常清晰和强烈的感受，就是医学不是万能的，医生更不是万能的。我们总有治不好的病，也总有救不回来的命。我同意。肖医生，你别再为了这个患者自责了。你再这样下去，你自己身体先垮了。说句心里话吧，有的时候咱们甚至比躺在那儿的患者都希望能够治好他。别太往心里去了啊。我呢，之前研究生毕业去实习的时候，一个快要退休的急诊科医生跟我说，医生就是一群跟死亡赛跑的人，有时会跑赢，有时会跑输，有时注定失败，无力回天。但坚持跑到最后一刻，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后来，这名急诊科医生为了救一个溺水的患者，一个人做了50分钟的心肺复苏。那名患者醒了，但这个医生却倒下了，再也没有站起来。他做到了，坚持跑到最后一刻。我一直希望自己可以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医生，一个坚持跑到最后一刻的医生。所以，我想为了这名后颅窝出血的患者，坚持到最后一刻。肖院说的非常的好啊，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拼尽全力，为患者努力奔跑到最后一刻，而绝不轻言放弃。我有一个提议，大家应该跟肖医生一起，为这个患者奔跑到最后一刻，是为了每一位患者。大家一起想办法。咱们一起想办法。好，先生，白卓，你不表个态吗？光喊口号有什么用啊？
我翻译一下，白竹医生的意思就是大家一起想办法。说实话啊，这一刻我非常真正的感受到，咱们急诊科是一个团结的集体，是一个奋进的集体。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一次奋进的大会，一次继往开来奔向新未来的大会。行了，就你嘚瑟。好，就这样吧，散了吧。这你要的资料。好。对，大量出血，这个忙你一定要帮我。行，没问题，别说1顿，10顿都行。好。打个电话跑这么远，怎么？怕肖燕知道你帮他？我不是帮他，我是帮那名患者。我说的没错吧？什么？你说的没错吧？为患者奔跑到最后一刻。肖医生，有什么新的进展吗？哎呀，我后来呢查了很多的资料，也咨询了很多的专家，但是所有的资料还有所有人都告诉我，这个大量出血救不了。肖医生，其实陆妈说的对，咱们是医生，又不是神，你已经尽全力了。不用安慰我，我就是跟你念叨一下。走吧，陪我查房吧。嗯。你一大早在那儿干什么呀？什么东西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艾本教授写的有关后颅窝大量出血的论文，上个月刚完成，还没有发表呢。这个里边啊，可都是最新的研究成果。哼，怎么拿到的？那还不简单。之前我代表咱们院去他们那儿学术交流的时候，和这个艾本教授聊得特别好。当时这教授就让我留在那儿工作，让我给拒绝了。想要一个论文，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牛，还给你，自己拿好。你就拿着吧，顺便给肖医生。给我干嘛？你自己给他呀。我现在正忙着呢。我也不闲啊。你不闲在这晃悠什么呀？还有啊，这些东西可千万不能泄露了啊，否则我拿你10万。我怎么认识你这么个？这是白医生帮我找到的。虽然他没说怎么拿到手的吧，但我知道他肯定费了不少心思。你也知道，像这种没发表过的论文，一般不会随便给人看的。那麻烦你帮我谢谢他。你们俩当我是传声筒呢，还是回音壁呢？哦，对，那一会儿我亲自去谢谢他。这也就对了。好的，谢谢啊。白医生，谢谢你。没事儿，我这个人天生爱帮助弱小。
徐然说的确实没错，你嘴真够损。但很真诚的谢谢你。希望能对你有用吧。肖医生，后颅窝出血患者听闻了。别看了，小远不会来的，走完程序直接接诊去了。啊，你们俩在啊？还以为最近你们忙到都见不着了。哪儿呢？食色性也，不食不色，过什么日子啊？会不会说话呀？老白，那患者怎么样了10点左右，那孩子心脏骤停，整整抢救2个小时，硬是没抢救过来。吃饭了吗？我不想吃。护士长在吗？我帮你去叫。哦，不用了，我一会儿再来吧。护士长，陆主任找你。主任，你找我。这么回事儿。我老家呢有个亲戚，50多岁，以前在嘉禾医院呢干过护工，那么现在有些原因没有办法在医院里面干了，他找到我这儿来，想让我给他找份工作。我一想嘛，你们家正好缺个保姆，他又是个男同志，照顾鲜鱼正合适，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可他是在私立医院做的，那肯定不便宜啊。不，每天只要管1顿饭，1个月3000块钱。3000，这也太合适了。是啊，3000太便宜了，不会有问题吧？你还信不过吗？人家便宜是有原因的。他呢，儿子在上海打工，有个小孙子，现在上小学，每天接送2次。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没有办法在医院里面干了。人你绝对放心啊，因为是我的亲戚，又老实又能干的。你要是考虑的话，我就把他叫过来，你面试一下，好吧？我感兴趣。护士长，我觉得行。我感兴趣的，要是人能再见一下的话，那就更好了，方便吗？方便。这样，我现在就去联系他，他来了以后，我告诉你，你见，好吧？好，谢谢主任。不客气。陆主任对你可真好。林志，你这会儿空吗？趁这会儿人少，我跟你好好聊聊。怎么这么严肃啊？我知道呢，你爱开玩笑，平时跟大家打打哈哈，调侃一下，能够缓解一下大家的压力，还能增进同事之间的感情。可是如果你开我和陆主任的玩笑，就不太合适了。
我刚去看了15床，他们准备明天开始拔管。嗯，好。来，先喝点水。不客气，不客气。哎，主任来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亲戚老潘啊，这就是江护士长。您好，江山。叫我老潘，我是陆主任家亲戚。这个护士长爱人因为车祸下半身瘫痪了，所以需要人照顾。具体的细节你们俩自己谈，好吧？好。如果真的能去江护士长家干活，你一定好好干啊！放心吧，陆主任，我一定好好干。好，那这样，哎，你们俩就在我办公室谈啊，我正好去前台去有一个事儿，好吧？啊，那行，你先忙。好。谢谢啊，主任。哎，不客气。老潘您坐，不客气。以后要麻烦您了。我丈夫呢，叫蒋先云，原来呢是一个老师。谈的怎么样啊？放心吧，谈的挺好。这是这个月的3500块钱啊，你先数数。哎，不用了。您是宋主任介绍的，我信得过。这个月我给你现金，下个月开始呢，我就把钱打到你卡里边，好吧？行，没问题。对了，这件事情千万别说漏嘴了啊，陆主任，你放心吧，我嘴严着呢。其实说实话，像您这么好的人不多了，我也看得出来。护士长呢，他也是个好人，只可惜……你可能误会了，我这是帮同事解决一下生活困难而已。我明白。那陆主任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哎，好，你忙啊。好，拜拜。36，男保姆呢，人我见了，挺老实的。39，我不要保姆。那你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啊。有什么不放心的？我自己能照顾自己。我这病已经花太多钱了，这保姆1个月要3000块，这是便宜的啊，可对咱们家来说还是太多了。这钱的事情你别担心。我知道你担心我、关心我，可我们家现在这种状况，不能再给你增加任何负担了。真的，你就相信我，我一定行的。我医院那么忙，不能老请假呀。医院家里2头跑，我实在是忙不过来。你也得替我想想呀。来，你别动，我自己来。看好了啊，怎么样？这不都挺好的吗？我自己能照顾自己，怎么了？哎，这卡住了，轮胎没气儿了，这么滑。来，你帮我一把，来，你帮我一把。你说就你这样，我能放心吗？不是，这突发事件，偶尔的。你不能别那么倔，你听我一次嘛。不是，是偶尔的。你看着我，来，你别动，你让我自己来，你别动，我自己来，你看着，哎，怎么样？这不上来了吗？这不挺好的吗？我自己能照顾自己的。媳妇儿，那天是偶然发生的，啊，我这些年不都是自己照顾自己都过来了吗？自己在家没事的。哎，我是下半身瘫痪，但是我手可以的，啊，手可以的。可以是吧？啊，那自己擦。生气了？我也气我自己。其实我不是不想找保姆，我有一个难以启齿的原因。我不想每天看到一个陌生人给我擦屎擦尿，我不想每天看到一个陌生人看到我狼狈的样子，这会让我觉得我活着没有任何意义，只有负担，只有不堪。
我理解你。这保姆不请了。来，手给我，给我呀，快点。还接受不了吗？也不知道是谁跟我说过，医生所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患者。我们的使命就是陪伴他们，帮助他们去战胜疾病，去战胜死亡。就算不行，我们也需要陪着他们，和他们一起去面对无法改变的命运。可你现在却因为一个患者的离开就变成这样，你不觉得可笑吗？后颅窝大量出血的死亡率几乎是100%，这个是谁也无法可以改变的。我知道，你太想救方南了，但也不能因为这样就失去你的理性吧。如果你连这样的死亡都接受不了的话，那就说明你不适合做一个医生。我之前做无国界救援医生的时候，不管碰上多艰苦的环境，多严重的伤势还有病情，我都会拼尽全力坚持到最后一刻。但这一次，我竟然因为他家长的原因，我妥协了。虽然我不认同你现在的状态，但当时你的治疗是没有错的。我刚刚站在这儿，我就一直在想，如果那个时候我再坚持一下，真的我再坚持一下，让方南把那个头颅 CT 做了，他是不是就……我们做医生的吧，是这个世界上
离生和死最近的一群人。特鲁多医生的墓碑上写了一句话，也算是他对他这一生行医生涯的一个总结和概括：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我现在也不想跟你说，我们面对的这个大城市里有多少人需要你，需要你的帮助，需要你为他们振作起来。因为这些话是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给学生说的，但现在我只想带你去一个地方。去哪儿？去了你就知道了。白医生，你要带我来的地方就是铜山医院啊。肖医生还记得希波克拉底誓言吗？当然了，那是每一个医学院的学生的入门课。为了祖国，医药卫生事业，奋斗终生。嗯。干活。肖医生早，肖医生早，肖医生早。等会儿陪我去看一下7床那个脑血栓的患者。好。前2天送来那个烧伤的患者怎么样了？昨天晚上走了，白蛋白只有15克，每天给他补30克也补不上来，还有高热，就没救回来。知道了。主任。哎，护士长，有什么事儿吗？保姆的事情，我昨天跟谢云商量过了，他可能还是觉得负担有点重。哦，没事，可以找老潘再商量商量的。我来跟他谈，让他再便宜一点。他很好说话的。不麻烦了，其实不单单是钱的问题，主要是谢云不太想让一个陌生人来照顾他，他不太习惯，会觉得自己特别没用。我也不想难为他，就算了吧。哦，好，我明白了，没事，我去跟老潘说。主任，不好意思啊。哎呀，没事的，老潘都是自己家亲戚。啊，我还有个会，我先过去了，回头再聊哈。哎，好。去开药吧。好，休息一下。肖医生，外面有人找你。
马斯奎尔综合征。是不是叫汤姆伯加综合征的话会好听点儿？谢谢你，白医生，你救了一个母亲的命。不客气，日常操作。行，这样了哈，那个，既然大家都到齐了，咱们就开个小会啊，都挺忙的，我长话短说。华满地产董事长的夫人啊，乳腺癌又复发了，说在其他医院诊治的效果不是很明显，想转到咱们医院来。就是这个患者呀，对咱们主治医生的资历他是有要求的，所以我跟江院长慎重地商量了一下，准备由肖燕医生来接手葛红这个病例，啊，你没意见吧？不是你们聊得好好的，说到我，主任，我这边手头患者还挺多的。啊，要不你的患者让唐画给你盯着一些？主任，我觉得急诊跟 EICU 的功能您比我了解。这个小燕，主任，我刚刚也听你们聊了，什么捐楼之类的，我们也理解您的工作有难度，但是这个病人我接手不了。我先去查房了，你们聊。既然肖燕她比较忙，那依然，要不你接手？我，主任，我这资历估计葛雪红看不上我吧？您还是另请高明吧。我来吧。你怎么，资历不够吗？你资历倒是够，就是……那算了，那你就让唐画医生啊，或者陈志。行。大不了这个化验大楼不盖了呗，反正院长也不能把你怎么样。主任，既然有人主动请缨，你就让他去呗，反正回头出了问题还有人背锅不是？背什么锅？有锅也是我来背。那既然白竹主动请缨，那这个患者就由你来接吧。有一点我要提醒你啊，因为听说这个患者呀长期患病，脾气不太好，而且为人比较刻薄。那这一点倒是跟白竹医生挺像的啊。啊，别捣乱。白竹，我一定提醒你哈，一定要管理好你自己的情绪。放心吧，出了问题我来背。那行吧。既然白医生作为主治的医生，我们其他人一定要做好配合的工作，尽量做到让患者满意。包括江湖，你这块儿护理这块你放心吧，我会亲自盯的。放心吧，我们一定会伺候好葛雪红这尊活菩萨。行了，那就先这样吧啊，我们各自忙去吧。哎，小白，我有话要跟你说，我得。没事的，白医生啊，就嘴上这么说，他其实很有责任心的呀。不出问题就好了。切除？没错，两侧的乳房全部要切除，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去除病灶，否则癌细胞一扩散就无药可救了。你不是最擅长创造奇迹的吗？啊，你误会了，给你做手术的人不是我，但我可以告诉你，手术完成之后，癌细胞不再扩散就已经是最大的奇迹了。我不切。要么切，要么死，你自己选。我不切，我也不能死。没关系，你还有时间可以考虑，等你想好了，再来找我。进来。老师，您找我。葛红手术那事儿怎么说了？他还是不愿意做切除手术啊。要下这个决心很难，但他的病情不能再拖了，要尽快说服他。我怎么说服他？想办法呀！你是他的主治医生。那您还是院长呢？哎，怎么说话？哎呀，老师，我是真没办法，我真的。哎，老
善，您要是能把我调回心外的话，说不定我这灵机一动就能想出来一个特好的办法。滚！就你那点小心思，院长还看不出来？以你平时的德行，你会接葛洪这种病人吗？事出反常必有妖，被院长拒绝了吧？他让我滚出去，这就对了。有什么办法能让葛洪改变主意呢？那你要先想他为什么不愿意切除，这背后有什么隐情？我找到了这个。哇！他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是大美女，美了一辈子，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容貌跟身材，所以现在快50了，看起来跟刚40一样。好看重要还是命重要啊？这都想不明白，50多年白活了。但是你别忘了，她现在正和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争夺老公，在葛洪看来，这件事她本来就不占什么优势。要是她再切除了双乳，这不等于将老公拱手相让吗？她住院住这么久，她老公来看过她1次吗？为了这种男人送命，真是愚蠢。哎，你这有点谈话的意思啊！不论男女，为了不值得的人牺牲自己，那就是愚蠢。哎，夏言，谈论患者隐私不是你的风格啊！你这是为了关心病患呢，还是为了帮我们白老师呢？你们知道葛洪有一个女儿，现在在英国读书吗？如果你说服不了他，可以考虑让他女儿去说服他。我找到了他女儿的邮箱，不如你给他发一封邮件试试。这么写行吗？要不然再加一句：望能抓紧回国，他妈妈身边需要有人照顾。行，可以发。谢云，哎，别动，别动，别动！这，你没事吧？我没事，我就是恨我自己太没用了。怨我，我今天回来晚了，都过饭点了。你慢点，别扎了手。来，我先把你推出去再收拾。慢点，没事，没烫着啊。都收拾好了啊，我赶紧给你做饭。来，以后啊，啥事儿你别折腾，你就等我回来啊。哎，你是不是感冒了啊？你是不是让我给传染了啊？没有，就流点清鼻涕。来，这有药，来，我给你弄，赶快吃点。我自己来，我自己来。要不，咱还是请个保姆吧。干嘛又提这请保姆的事儿啊？我这人太要面子了，我真恨我自己。我就是想证明我自己能照顾自己，结果弄得一塌糊涂，还得让你收拾这个烂摊子。我是你媳妇儿，我不收拾谁收拾？请个保姆吧，啊，这样你上班还能安心，不用总挂着我。这样你再给上次那个男保姆打个电话，问问人家看看找到工作没有。哎，你慢点儿，你再问问啊。现在这保姆不好找，她那么便宜，肯定挺抢手的。你别管了，我自己弄啊。我再去问，我给你做饭去。
云珍，4床拔针。好。这样每个小时要量1次体温啊。哎，护士长，主任，那个我问过那个老潘了，他暂时还没有找到更合适的人家，听说又能到你这儿来，他特别的高兴。我没跟您说，您怎么会知道？昨天晚上仙云给我发了个信息，他怕你不知道怎么开口。主任，我是不是太麻烦了？一会儿找，一会儿不找。哎呀，这有什么麻烦的？这样，我一会儿打个电话给老潘，让他下午过来一趟，好吧？你们俩见面谈，让他先跟你回家去熟悉熟悉，具体什么时候上班听你的，好吧？好。主任，让您太费心了，太不好意思。哎呀，你别老说这些客气话。等你大红方稳定了，我可要给你加任务的哈。保证认真工作。好。哎，对了，那个患者葛红现在情况怎么样了？还算正常。上午的时候，白医生找肿瘤科来会诊过了。哦，行。那你先去忙吧。哎。主任，谢谢。陆主任，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你忙你的。谢谢你，医生。白大夫，还记得我吧？从北京回来了，这次还赶时间吗？好，记得我啊。还是血压高？这2天啊不舒服，记得上次白大夫跟我说过，所以我就到3院做了个 CT。我看一眼。你看看。内分泌查了吗？你看。从检查的结果上看啊，你有这个肾上腺瘤，良性的，高血压呢也是因为这个瘤子引起的。3院的医生啊也是这么说的。那为什么不继续在3院检查呢？白大夫，记仇了不是？哎，我那瘤子良性的，做个手术切除就好了，到时候你的高血压也会有好转的。真的，谢谢你，白大夫。哎呀，你说这高血压呀，折腾我多少年呐！您赶紧去办一个住院手续吧，到时候我会尽快的给你安排手术。哎，好的好的，谢谢啊。白大夫，您是我见过医术最高、最负责任的大夫，也是嘴巴最损的大夫。您是哪不舒服？我最近一直失眠，白天也无精打采。我量下体温。你好。哦，不好意思，麻烦你先排队。你先。我找白医生。白竹白医生，那个字念竹啊，应该就是他。我帮你问一下。白医生，分诊台有个姑娘找你，请问您叫？我是丽璇。她说她叫丽璇。知道了。白医生让你去诊室等她。谢谢啊。不好意思，忘了问了，她的诊室在哪儿呀？直走左拐，一转弯就看见了。OK，Thank you。患者，您哪儿不舒服？医生，我那个失眠我。哦，你稍微等一下。你是丽璇？白医生原来那么帅呀！你去看过你妈了吗？白医生有女朋友吗？咱们还是聊聊有关你妈妈的病情吧。不用，在email里你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所以你是让我回来见她最后一面的吗？你妈不配合治疗，也不愿意做切除手术，
但其实这个手术呢，成功率非常大。我希望你劝一下他。你可别指望我，他不会听我的。可你是他女儿啊。白医生，你对你的病人好像不太了解。没错，从生物学上来说，我确实是他女儿。可是，在他心里，我只不过是一个报复我爸的工具。你还是想别的办法吧。既然来都来了，不如去见一面吧。下次不一定什么时候了。葛总，喝点热水。这么烫，你让我怎么喝呀？对不起，我现在给您兑点凉的去。小姐，您什么时候回来的？谁教你穿成这样？家族遗传吧。你怎么住这儿啊？不像你的风格嘛。你不在英国好好读书，你回来干什么？你爸知道吗？听说你病了，怎么也得来露个脸吧？要不然医生护士都觉得你是孤寡老人呢。我没事，你回去吧。我看也是。那我走了，你多保重。哎，小姐，我送你。不用，你留下来好好照顾他吧。走了。白医生，你都看到了吧？他的事你还是别找我了。我先走了。哎，白医生不舍得我呀。那我们留个联系方式吧，以后可以一起玩。给。白医生那么传统。拜。谁呀？丽璇，葛血红的女儿。她就是丽璇啊。So hot。你可真猥琐啊！哎，葛血红同意手术了吗？他们母女俩的关系还挺特别的。哎，你最近和葛血红那个小助理是不是挺热络的？对啊，我也想低调，可实力不允许，相当自然。你想干嘛？你猜啊？助理妹妹说，丽璇10岁的时候就被葛血红一个人送到国外，连葛血红老公自己都不知道丽璇去了哪儿。她从小就觉得自己被抛弃了，所以这些年跟葛血红关系也特别冷淡。1年打不了几次电话，也很少回国。那他有没有说，这个葛血红为什么要把丽璇送出去啊？助理妹妹说她也不是很清楚，不过据我猜测啊，应该是嫌丽璇在身边耽误事儿呗。耽误什么事儿啊？跟小3、小4、小5抢老公呗。之前丽璇说过，葛血红把她当成是惩罚她爸爸的工具，就是为了报复那个花心出轨的男人才把她送出去的。目的呢，就是让他们骨肉分离，不让这个花心的男人见到自己亲生女儿。再恨她老公，也不能拿自己亲生女儿当工具啊！仇恨让人失去理智啊！不对啊，葛血红不愿意切除双乳，不是因为爱她老公，要留住美貌，吸引她老公注意吗？怎么就变成仇恨了呢？像葛血红这么高傲的人，怎么会允许自己输给外面的女人？他这么做呢，不是因为爱，是因为恨。那真是个可怜的女人。不管怎么样啊，我觉得咱们这条路行不通。他们母女俩的隔阂太深了，不是咱们一时半会儿能解决得了的。不一定啊，在我看来，他们母女之间至少还是很在乎对方的。我怎么看不出来？这就是你跟我的差距啊！哎，我就是喜欢你的自信。宝石。来了吗？应该来了吧？白医生，到了，还挺准时。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一位是我们急诊的主治医师徐依然，你好，这一位是丽璇，葛峰的女儿。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你们同山医院选医生都是要看颜值的吧？徐医生也很帅嘛，有眼光。不过和白医生比还是有段差距的。你什么眼神啊？要不要我介绍你去我们医院看看眼科啊？行了，说正事。白医生那么正经啊？他不是正经，他是一见美女他就紧张。是吗？那白医生，我漂亮吗？他审美比我好，问他。徐医生，我觉得你特别符合我的审美。看看这个。白医生，我说过了，他的事情你找我没用。这些呢，都是我们自己搜集的资料。你妈妈这些年一直在给慈善机构捐款，这些慈善机构大多都关注的是母婴和儿童成长。所以呢，你想说什么？他心里有你。你心里明明也很在乎他，但你为什么不敢承认呢？你以为你是谁呀？我还有事，我先走了。看吧。就算肖医生找的资料有用，就算你猜对了，就算丽璇心里有歌血红，那又怎么样呢？难道回去跟歌血红说一声，他就能幡然醒悟，同意做手术了？走着瞧。正面回答问题。你就等着吧，等咱们医院的新花园大楼拔地而起。德行真的是。您不是说您经常喝酒吗？所以可能是肝硬化，具体的要等 CT 结果出来再做判断。我给您开张单子，先去做个 CT， 有结果来找我。哦。好，那谢谢你了，医生。哎。肖医生还挺忙啊。有事吗，白医生？谢谢你给我提供的资料，对我帮助很大。你太客气了。正好我今天早上也找了一些新的资料，可能会对你有帮助。等会儿空的时候咱们聊一下。行。嗯。白医生，你妈刚用完药，现在还没休息，要不然去看一眼。我不是来找他的，我是来找徐医生的。主人公从小被他的母亲给抛弃，自己一个人在英国孤苦伶仃的生活。但是呢，他又没有放弃对母爱的渴望，总是做梦回到自己小时候，回到母亲温暖的怀抱，懂了吗？啊，好。慢慢看吧。白医生来了。葛女士，我给您带了一个东西。什么东西？您女儿写的小说。
他还会写小说。我建议你有空的时候可以看一下，也许会有收获。就放这儿了。白医生，我知道你这么上蹿下跳是为了什么。我劝你，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我不会同意做手术的。你尽快给我找肿瘤科会诊，给我重新制定新的治疗方案。啊，差点忘提醒你了。看小说的时候多准备一些纸巾，还有，情绪的波动不要太大，会影响到病情。生命体征一切正常。我刚给他测了血压、血糖，也没什么。我摊开我的右手，让它仰面朝上。一条格外深的掌纹贯穿了我的手心，从左到右，我用我的左手中指一点点小心翼翼地拂过，有静静的凹陷和坚硬的温热，还有来自不知名处的排山倒海的眩晕。书上说，有这样掌纹的人会流离失所。我是被丢弃在大剧院道具室角落里的木头玩偶，洒落了一脸的灰尘。睁大2颗黑漆漆的眼睛，想努力听清雪落的声音，可是除了偶尔匆乱的脚步和稀稀落落的掌声以外，什么都听不到。春去秋来，我一直在这儿，一直在。可是曾经陪我在舞台上跳着美丽舞蹈的妈妈却不在了。她忘记了，还有一个和她心意相连的小可怜。她和她一样，也有黑黑的瞳孔，也有柔软的头发，也有可心的笑容。他忘了，我还在这里，我再也出不去了，就像死在了无尽的时间里。这都是你拍的吗？你这是侵犯我隐私啊！你应该把这些照片拿给丽璇看，她以为你根本不爱她。你马上离开，立刻马上离开！葛女士，人不能永远活在仇恨里。那些照片都是他亲自去买的。他没承认，但他的反应呢，出卖了他。真是愚蠢啊，让自己永远活在一个面具里。你怎么有脸说别人？既然他那么在乎丽璇，为什么不挽回他们之间关系呢？我认为呢，他是不想把丽璇掺和到她和她老公的战争当中，所以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她置身事外。哦。那照你这么说，如果葛血红把照片给丽璇看，你说他会不会感动？葛血红是一定不会把这些照片给丽璇看的。我也这么觉得。
啊？你不是一直都挺想见丽璇的吗？啊？照片都在他的电脑里。是不是乳腺癌的癌细胞一旦转移就没救了？是啊，一旦转移，就算是切除，也只能用化疗延缓死亡。小姐，拿到了吗？我偷偷拿出来的，夫人不知道。你放心，这事跟你没关系，你先回去吧。我先回了。吃吧。这些照片是你拍的吗？原来在你这儿啊，我还以为是被医院里的贼给偷走了。是你拍的吗？是的，都是我拍的。为什么？先吃饭吧。Tell me, why? 你还和小时候一样任性啊 ！Tell me. 你知道的，当初为了报复你爸爸，我把你送到了英国。我知道你恨我，不愿意见我，所以，我只能偷偷的去英国，偷偷的跟着你，陪着你度过了你生命中所有最重要的时刻。你每一次开心或者不开心，恋爱或者失恋，毕业，或者工作，我都想陪在你身边，因为那个时刻，才是我人生中最难忘，也是最幸福的时刻。但是你爸爸永远没有机会体验到那一刻。他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你在哪儿，在干什么。一想到我能陪着你长大，而他不能，我就太开心了。每次看着这些照片，我就痛快极了。我知道你今天来是想听到什么答案。可是我不想骗你。从送你出国到现在，我在你身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报复你爸，都是为了让他不痛快。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约你来这个餐厅吗？我相信你应该没忘。10年前我送你去英国之前的最后一顿晚餐，就是在这里吃的。
你特别喜欢这里的牛排，今天要不要尝一尝？看起来你应该没什么胃口。小璇，10年前我在这里送你去英国，10年后我还在这里送你走。走吧，回英国过自己的日子。永远不要再回来。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不接电话。发信息。你说他会来吗？会。是癌细胞转移了吗？暂时不是，他昏迷是因为高血压导致的脑出血，可能是情绪过于激动诱发的，跟他的乳腺癌没有直接关系。脑出血，严重吗？幸亏送来的比较及时，出血已经止住了，暂时没有生命危险。我中午的时候刚跟他见过面，当时他还好好的。你离开之后，你妈就昏迷了，救护车是从西餐厅把她送来的。你妈妈的助理说，她跟你说了一些话。你想说什么？我想说那些话都不是真的。你妈其实很爱你。
小姐。你先出去吧，我来陪陪他。我刚给安吉安娜阿姨打了个电话，她跟我说了很多。我一直很恨你，你无法想象，把一个10岁的孩子送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寄住在一个陌生的外国人家里，我有多害怕。我知道，安吉亚娜是你非常好的朋友，可她不是我的朋友，不是我的亲人，更不是我的妈妈。我到现在还记得，到英国的每一天每一夜，我都在想你，我都在等你哪一天能来接我回去，可却每一天，我都在失望。后来我才知道，你根本不会来接我。你把我送出国，就是为了报复我爸。我只是你一个复仇的工具。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恨你。我不愿意接你的电话，更不想再看到你。任何人只要在我面前提起你，我就会开始发疯。结果没过多久，你后悔了。你说要来接我回去，可是那个时候，我认为我这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原谅一个抛弃过我的母亲。我说过，只要你敢来英国找我，我就离家出走，让你们所有人都找不到我。这些事情，也许你都忘了。这些年，其实我和你一样，也活在痛苦和仇恨中。我以为我在你的生命里是完全不值一提的，直到我看到那些照片，我才发现，真相不是我想象的那样的。原来那么多年，你都一直默默地陪在我身边。原来我的妈妈那么的爱我。我特别开心。可我来找你的时候，却又跟我说了那样的话。白医生跟我说，你这么做是不想拖累我，想让我继续恨你，忘了你，然后开始新的生活。可是那么多年了，我真的做不到。小雪，妈，雪。
真感人。早该这样多好啊！新花园大楼成功拿下，我回新外，指日可待。你能不能有点人性？回新外多救几个患者，才是最大的人性。白医生说过2天就能准备手术了。葛总，你要的文件。我签好了，你替我交给你爸爸吧。好。白医生说的没错，人不能永远活在仇恨里。这些年，我把他折磨得够呛，也伤害了我自己。该有个了结了。他解脱，我也解脱。以后我来照顾你。都确认过了吗？是。器械准备，马上开始。妈，小轩，手术很成功，你没事啦？这次手术肿瘤切除得很彻底，暂时没有发现癌细胞的残存。记住了，以后每3个月来复查一次，避免复发。现在，你可以说谢谢了。谢谢你啊，白医生。也谢谢你，徐医生。客气。徐医生，其实你不是我的菜，但我说白医生比你帅，那是假的。谢谢你。这个还是谢谢。要不是因为你，葛洪不会那么快同意手术。同事之间互相帮助是应该的。之前方楠的事，你也帮了我不少。
老师好。你在这儿干嘛？啊？吓我一跳。等您啊。有什么事儿白天办公室不能说，你非冒这儿，什么情况？我每次去办公室找您，您都不在，我只能在这儿接您。有什么事儿说。老师啊，你看那个葛红呢，现在这个款也捐了，咱们医院的化验大楼也提上日程，我是不是该回心外了？这两件事有关系吗？怎么没关系啊？要不是我坚持不懈的努力，那葛红能同意手术吗？你是他的主治医生，说服他做手术，那是你的本职工作。您这么说，行了，哎，哎呀，哎，什么意思？干嘛呀？还扎安全带？行了，别闹了，你师母还等。哎，老师，你看，臭小子！医生，今天上课的时候，小婷她肚子疼得厉害，我就跟老师请假带她来医院了。疼了多久了？今天差不多2个小时了。之前有过腹痛吗？这2年陆陆续续疼过，通常疼个几天自然就好了，我就没在意。但这个月疼得特别频繁，而且今天疼得特别厉害。70、40，你的血压偏低了，去那边躺着。来，放松啊。这儿疼是吧？右下腹轻压痛，但不明显，没有反跳痛，有可能是急性阑尾炎。你生理期正常吗？医生，我的生理期一直不是很规律。你是她的男朋友对吧？啊，对。一会儿给你安排一个尿妊反。尿妊反？就是检查一下你有没有怀孕。我的身体情况我很清楚，我没有怀孕，我不做这个检查。尿妊反只是一个常规检查，检查结果出来以后，我们才好继续判断。我不做，王潇，我们走。你们现在还不能走，你有腹痛，还有血压偏低。哎，没事吧？没事吧？唐画，带患者去抽个血检查一下。既然患者否认妊娠，那就再做个 CT。之前记得让患者签字啊。好的，走，跟我来这边，慢点。疼痛有所缓解。CT 结果上看，阑尾没有肿胀渗出，泌尿系统没有结石，盆腔有少量的积液，附件显影不清，不能排除异位妊娠的可能。有些话我想单独跟你聊聊。王翔，折腾一上午，我有点饿了，帮我买点吃的吧。好。肖医生，你又是来劝我做怀孕检查的吧？早做检查，早点排除各种病因，找到真正的问题，才能帮你治疗。肖医生，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不愿意做检查吗？从小到大，
我都是别人口中所谓的别人家的孩子。小学、中学成绩名列前茅，各种奖项拿回家。到了大学，我就开始拿奖学金。但即使是这样，我父母对我也是极度的不信任。每次放假回家，我爸妈都像审犯人一样审我。现在交了个男朋友，还要偷偷的背着他们。我过够了这种不被人信任的日子。我相信你爸妈一定是爱你的，只是他们用错了方式。你应该找个机会，找个时间，跟他们好好谈谈。没有的。于雅婷的血检结果出来了，血淀粉酶在正常范围，急性胰腺炎的可能性不大。知道了。他现在还没同意呢。他这人也太倔了，做检查不是为他好吗？虽然呢，咱们是为了治好患者，但要尊重患者的个人意愿。来，站起来，咱们做个检查。疼吗？有一点儿。右下腹有轻微痛，但是肚子不紧，从 CT 看没什么问题，但是显影不清的地方还得再做进一步检查。哦，对了，廖任反和 B 超做了吗？还是得先做一下，先要确定不是宫外孕的可能性。我还是先安排你转到 ESU 吧。肖医生，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再劝一下于雅婷。我知道，你已经跟她聊过了，我也相信你在专业上的判断。但其实选择相信她和劝她做尿认反检查不冲突啊。这只不过是我们在诊断过程中一个必要的检查。其实你说的意思我也都明白，但是年轻女孩可能在这方面还是有难以启齿的地方，这个你也要理解。我会找机会再去劝她的。嗯。你瞧你紧张的，我没事儿，这会儿已经不怎么疼了。你呀，就是脸上藏不住事儿。你瞧这眉头皱的，这嘴角瘪的，这就对了嘛。网友不是说过吗？做人呐，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心。有什么事儿你说吧，我保证不生气。婷婷，要不我们还是听医生的，去做一下检查。王翔，就连你也不相信我是不是？不是不相信，我这不是担心你吗？再说了，我今天早上送你过来的时候，你都疼成那样了，要不是我非要送你来医院，你还不肯来呢。我自己的身体我最清楚，不劳你费心了。
谁家小姑娘啊这样啊？吵架了？小伙子，进去跟人道个歉，人家生病了。是他先让我说的，而且他保证了说听完之后不生气，可是立马就变脸，这不是出尔反尔吗？再说了，又不是我的错，为什么要道歉啊？一样，跟我年轻时候一样。我们也吵过，也是因为生病。我那时候得心肌炎可严重了，我谎称出差，收拾行李想走，被他发现了，追出来一通吵啊，那个，哎呦呵，那是因为他紧张，他担心我出事儿。哎呀，后来在医院伺候我2个月，喂吃喂喝的。我看你对姑娘挺好啊，守着她寸步不离，道个歉呗。男人道歉不丢人，道了歉，心情会舒坦很多，满天云彩就散了。你们的感情生活会充满阳光，这是我的经验。啊，爷爷，奶奶她怎么样了？车祸，植物人，没戏了。爷爷，您不用担心，您跟奶奶风风雨雨的那么多年都过来了，她会醒过来的。爷爷，你慢着点儿。你这孩子肚子疼那么久，怎么才告诉妈妈呢？就是啊，必须配合医生啊，做全面检查。2位家属，先让患者休息吧，咱们出来说。医生啊，有话不妨直说。一般患者这个年纪的女生，因为腹痛入院的话，医生会建议她去做尿妊娠检查，也就是看看有没有怀孕。但患者坚称自己没有怀孕，不肯做。不过2位也不用担心，之后我们会为她做其他的检查，因为我是她的主治医生，我得把她的情况如实的告诉家属。我知道你说这么多，也就是想叫我们不要误会婷婷。你放心，我们绝对相信自己的女儿。更何况，她都这么大了，很多事情啊，她应该有她自己的自由，她也会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任的。现在呢，我们就是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腹痛？还要等检查结果出来。婷婷，还疼吗？爸妈，我不该偷偷背着你们谈男朋友，但是我真的没有怀孕。好了好了，不用说了，爸爸妈妈都相信你。婷婷啊，
爸爸妈妈对，爸爸说的没错，咱们呀，好好配合医生检查，把身体养好，这才是最重要的，啊！好。对，这就对了嘛。没有明显异常，盆腔里有少量的积液，尿儿反呈阴性，可排除早期妊娠的可能性。不是宫外孕，但是 CT 和超声都显示盆腔有积液，腹痛应该是盆腔积液造成的，也有这种可能。请妇科会诊吧，听听妇科意见。好的。你是哪个位置疼啊？右下腹。除了这里还有其他位置疼吗？没有。那你平时是怎么个疼法？一阵一阵的，疼的时候特别厉害。疼的时候有没有肛门坠上想要拉大便的感觉？没有。来，你先把腿蜷起来，看看啊。疼是吧？那我放开呢？这里呢？这里，还有这儿。来，侧卧身，慢一点啊。这里疼不疼？不疼。这里不疼。好了，没事，好好休息啊。陈医生，患者腹痛是盆腔积液导致的吗？从患者疼痛的症状体征和辅助检查来看，应该跟盆腔积液无关的。建议你们还是再去查查别的。麻烦了，没事。真是没想到啊，这小孩儿肖医生，肖医生怎么样了？他的腹部 CT 没有异常，没有手术指征，尿妊反呈阴性，所以也排除了怀孕。妇科医生会诊完，也不是盆腔炎。肖医生，你说的没有手术指征，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他的腹痛不需要做手术，但是具体的腹痛原因，我们建议再做一个胃肠镜检查。好，我们做。做。那个腹痛的女生还没有找到病因啊？已经去做胃肠镜检查了。你也别着急，不是说她都疼了2年了吗？这种慢性病要慢慢查。胃镜没问题，肠镜没有发现明显的肿瘤、息肉和充血。腹痛应该不是胃和结肠的问题。但消化道很长啊，胃镜只能探测上部分，肠镜只能探测下部分，中间的回肠和空肠查不到。有没有可能是这2个地方有问题啊？那就要做胶囊内镜了，这得跟家属商量一下。我们通过肠镜和胃镜的检查呢，并没有发现异常。我们怀疑患者的腹痛可能跟他的空肠或者回肠有关，所以建议给患者做一个胶囊内镜检查。胶囊内镜是什么？辛苦吗？胶囊内镜呢，是一个像胶囊那么大的摄像头，患者无需麻醉，通过吞服咽下。胶囊通过胃以后呢，会在肠道走一圈，把你的大肠、小肠巡视一遍。整个过程中呢，记录仪会不断的拍照，我们通过记录仪里的几万张照片来检查患者的肠道问题。在服下胶囊6、7个小时以后呢，患者会通过排便的方式将胶囊排出体外，整个过程无痛无创，但就是价格有点贵，大概需要5、6千块钱。好。
者的胶囊内镜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有点小问题啊。他的小肠呢有气室，但不大也不多，没有明显的炎症表现，所以也不是造成腹痛的主要原因。那究竟什么问题啊？能考虑到的疾病已经考虑的差不多了，有些毛病比较少见，所以我要问你们一下，考不考虑给他检查一个肠系膜栓塞？这什么毛病啊？这个疾病呢，是由于动脉突然中断供血，致使受赖肠畔发生急性缺血性坏死，并出现脚窄性肠梗阻症状。哎呀，肖医生啊，你别说那么多，我们也听不懂。你觉得有必要查，那就查。好，那我们就再给他安排一个肠系膜动脉增强 CT。又要做 CT？ 不是已经做过了，为什么还要做？这个 CT 跟之前的不一样。这一次呢，我们要往血管里面打造影剂，来观察肠系膜动脉是不是有栓塞。刚刚跟你们说的这个毛病，需要这样的检查才能确诊。那这有没有危险？跟一般的 CT 差不多，而且患者的肾功能是好的，一般不会有什么风险。好吧，我们走。唉，增强 CT 的结果出来了，也是好的，没有系膜栓塞。都检查这么多了，到底什么原因啊？他刚才都疼醒了，实在不行的话，你们开点止痛药也行啊。您之前得过癫痫吗？早些年是发作过，后来看了医生，也吃了药，这些年就一直没有再犯了。我现在怀疑您女儿的腹痛可能跟癫痫有关。啊？这癫痫也会遗传呐？癫痫不属于遗传病，遗传的概率非常低，但现在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建议立刻给患者安排一个脑电图检查。肖医生，脑电图结果出来了。脑电波中显示有明显的极波间波，可以考虑癫痫。先药物治疗吧，静脉注射丙戊酸钠，再邀请神经内科来协助会诊。好。肖医生，注射了丙戊酸钠后，患者腹痛明显减轻，不到20分钟就睡着了。是腹性癫痫，明天白天给他开点抗癫痫的口服药就可以出院了。好，肖医生，你可真厉害，什么疑难杂症都能治啊！醒了。你来了。啊，对了，肚子还疼吗？昨天医生给我打完针之后，就再也没有疼过了。太好了。王翔，昨天你来跟我道完歉之后，我也想了很多，其实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是我太任性了。我们以后都不要吵架了，好不好？对了，你爸妈去给你买早餐去了，看得出来啊，他们两个特别的疼你。哎，婷婷，我跟你说个事儿呗。隔壁的苏爷爷一直在照顾季奶奶，但是他年纪大了，我觉得身体可能吃不消。我就在想啊，我去跟他商量一下，能不能去帮他找一个有经验的保姆，这样等他们出院之后就不用那么辛苦了。我觉得可以啊，那你一定要找一个服务专业的。好。查到病历。肖医生，唐医生早。哎，你好。经过一晚上观察，于雅婷是腹性癫痫，通过口服药就可以控制。一会儿我开点药，患者就可以出院了。好的，好的。出院以后，如果再出现腹痛，一定要及时来就诊。如果腹痛一直没发生，半个月以后，我建议再来查一下。谢谢你啊，医生，辛苦你们了。谢谢。辛苦你们了。您看一下，要是没问题的话，签个字，季奶奶就可以出院了。今天就出院了？
小王给我们找了个保姆，正在帮着收拾东西呢。我跟子女们商量过了，不想让他带着遗憾离开。在我们老家有个大院儿，他一直喜欢坐在院里晒太阳。我原来答应过他，过2年我带他回老家去，没想到就这样了。唉，这也算是叶落归根吧。白医生，这有份文件，麻烦签下字。海德格尔说，人是向死的存在，死亡是所有生命都无法抗拒的归宿。有时候我就在想啊，如果轮椅上坐的人是我，或者我是苏爷爷，我会怎么选择？可更多时候，我都是以一个医生的意志去决定一些事情。我需要比病人更加坚信，我的选择是合理的，是最好的。医生的职业要求，我们需要时常面对死亡。死亡最终意味着技术的撤出。撤出前是否应该做最后的顽强抵抗？而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哪一刻才应该是放弃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放弃是否如所有人所愿。所以说，医学本质上是一门哲学，是一门直面生死的价值论哲学。没错，是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追寻。有时候患者明明没有抢救的希望，可出于感情，我们也要坚持到最后一刻。可有时候，家属选择了放弃，我们心里又总不是个滋味。虽然人总有终老的一天，但生命交替，因为有情感的输出而生生不息。你看，苏爷爷跟金奶奶，虽然不知道金奶奶还有多少天可以感知这个世界，也不知道苏爷爷还有多少天能够清楚地记住那些回忆，但他们的爱情，他们的品格，却深深影响了我们。正是所谓的生命有限，精神不灭。景深，来，慢点啊，注意安全。什么情况？好，黄村医院转过来的，持续负重，小便明显减少，血气跟820。不想重视，找白医生。稳住！心室托、心理地平和维生素 B6、9。好。尿毒症，尿毒症怎么会突然这样？患者家属。啊，在，我是他老婆，这是我女儿。患者什么时候开始发病的？已经4、5天了。前阵子她因为脚疼去了常去的诊所，配了2天中药吃，结果吃了2天就上吐下泻的。后来去了社区医院看，检查出来肾功能非常不好，说是已经到了尿毒症的地步了。做血透了吗？社区医院说做不了，所以才让人转到这儿来的。陈志，去联系一下血透室。好。医生，她这什么病啊？不会真的是尿毒症吧？要是尿毒症倒好了。莹莹，现在还不能确定，造成血肌酐高的原因有很多，先做个血透，先把血肌酐降下来，到时候再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他现在这个情况得进 EICU 了。护士长，带患者家属去办理下手续。好，跟我来。好。莹莹，你这里看着你爸啊。我不留下，我跟你们一起去。这女儿有点意思啊。你真是无聊啊！我说她对她爸的态度有意思啊。我知道啊。好，谢谢啊。
宁宁，以后当着外人别说那样的话。再怎么说，他是你亲爸，心里还是疼你的。为什么不让我吃东西啊？医生说了，你不能吃东西，也不能喝水，只能输液。听他们的，地球人全要死光了。这么不信医生，还来医院看什么病啊？你说说。你别动气了啊，别动气了。莹莹，别这么跟你爸说话。我说错了吗？看我出去怎么死，怎么收拾你。莹莹，你先出去啊。都是你教的啊，教的好。我饿了，给我弄点吃来。医生说了，不能吃。又不让吃，又不让喝，要我死啊？啊！你们要饿死我啊？啊！我怎么不进去啊？我不想看见那个人。医生，医生，白医生，你怎么了？家属回避一下。你这怎么了？家属这边来。哦。氧饱和度这么低，面罩吸氧，静脉注射传电0.25，甲降龙40毫克。一会儿再抽一个血气，稳定之后再做一个胸部 CT。怎么样？呼吸音确实比较低。黄疸？难道肝也出了问题？再查一下肝功。您好，我是萧燕。对，吴老师说，您以前跟他关系很好。对，支援已经。没事没事。是这样，我想跟您打听一个地方，您知道烟巷吗？对，那是他以前住过的地方。可以麻烦您再想想吗？没事没事，谢谢啊。哦，我先声明一下，我不是故意偷听你打电话。不过，倒是听到一个熟悉的地名。你知道烟巷？没想到你也知道。你可以把那个地址写给我吗？我刚交完班，我带你去吧。这就是烟巷。这我以前来过，这不是叫水景巷吗？相信我，我哥和我嫂子以前就住这儿。我上学的时候总来他们家玩。里边那户以前住着一位老奶奶，她人特别好，特别热情，总是让我去他们家吃饭。也许是上了年纪吧，她总是把这儿叫成烟巷。后来奶奶去世了，就再也没有人提起过烟巷这个名字，只有我们这些住过这儿的人才知道。那个老奶奶，还有其他的亲戚吗？以前听她提起过，好像有一个孙子，年纪跟我差不多，但我没见过。说是很早之前好像就出国了吧。她就是志远的奶奶。啊？
这院子还挺干净的，应该是有人打扫。我去附近问一下，看有没有人可以联系到房主。我还养了一条小狗，它也叫罗恩。我是罗恩1号，他是罗恩2号。刚才我问了一些邻居，他们……肖医生，你怎么了？没什么。我想起来，以前有一个朋友也养过这样一只狗。我知道你为什么回上海了。为什么？寻找故人。我想把这房租下来。我刚才问了一些邻居，他们都联系不到房主，但有一个说房主好像把这个房子挂在网上出租了，你可以上网看一下。我在网上找到房主信息了，回头我联系他吧。肖医生，你和我一开始想的完全不一样。哪不一样啊？科里电话。他平时爱喝酒，我1年都给他做一次身体检查，半年前刚检查过，肝肾都没啥问题，都正常的。那他之前有没有起过黄疸或者紫癜之类的？没有啊，我没见他身上起过什么东西。啊，那家里最近有没有放老鼠药啊？没有。哎，他之前不是喝过中药吗？会不会跟中药有关系？这个中药的方子带了吗？哦，哎，带了带了。那。我们先去看一下这个方子，患者要是有什么问题，你让护士找我们。嗯，好，谢谢啊，谢谢。哎，莹莹，你去哪儿啊？让我给他买酒去。不行，医生说了他不能喝酒的，我去劝劝他。妈，你别进去，你一进去他又得骂你。没事儿，他是你爸啊。嗯，好，我知道了，谢谢啊。怎么样？秦主任说，这上面都是些普通的中药，不可能造成这么大的反应，和这些没有关系。还真是麻烦。那接下来怎么治疗？先根据症状用药吧，延缓肝功能衰竭。哎，另外，继续完善辅助检查，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了。行，也只能这么办了。肖医生，白医生，我听说你接诊了一名怀疑是尿毒症的患者，一直查不出根源。对，检查结果出来后，发现他肝功能衰竭，但应该不是尿毒症。患者有没有接触过老鼠药？这个我们已经排除了，应该不是鼠药中毒。他们现在还在给患者做全面的检查，希望能早点找到原因。
那有没有可能是百草枯中毒？百草枯，多功能器官衰竭。对，我先不跟你说了啊。百草枯啊？什么事儿这么想不开啊？我是说，张金山很有可能是百草枯中毒。什么？你们想啊，肾衰、肝衰、进行性呼衰，这不都是百草枯中毒的表现吗？这么一说还真是。可是百草枯到目前为止没有特效的解毒药，中毒死亡率高达90%，它又不是脓。行了，你别废话了，去问一下就知道了。百草枯啊，我没事弄那玩意儿干嘛？那你们家里有吗？没有啊，我们家是卖包子的，家里从来没有这种东西的。姑娘，那你呢？你接触过吗？我都没听过这东西。医生啊，你说我好好的，怎么就会百草枯中毒了？现在还不能确定，得先做一个尿常规和百草枯的浓度测试，如果不是的话最好。哎，你怎么会想到是百草枯中毒啊？你猜，人都说没接触过，会不会有其他可能？等检查结果出来就知道了。哎，陈志，哎，你一会儿把尿液样本送到检验科，让他们尽快给我们结果。好的。我上个厕所啊，你在这等着，别乱跑。你守在这儿也没用，我这会儿没尿啊。没关系，您慢慢来。你别担心啊，现在情况都已经稳定了，观察医院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就可以回家了啊。谢谢医生啊。秦医生，麻烦您先帮我验一下，患者可能是百草枯中毒，我们着急。你稍等一下，我验完这个再帮你验。哦。秦医生，我先给您放这儿了，我上个卫生间。哎，好。结果怎么还没好啊？估计是检验科比较忙吧。喂，什么情况？这么慢？尿样丢了？我过来的时候，桌上就没有尿样了。我明明把尿样就放在这儿了，然后我去上了个厕所，怎么可能没有啊？你说你怎么老犯这种低级错误？徐老师，我真的放在这儿了。你放那儿它能自己飞了，还是让人当饮料给喝了？你还能干点啥你啊？对不起啊，徐老师。行了，去患者那儿再取一份。好，等一下，我跟你一起去。你快点走。还要尿啊？不刚取过尿样吗？怎么又让尿啊？哎呀，这也是为了你的健康着想嘛。我们还得做一组别的检查。医生，刚才做的百草枯检查，结果出来了吗？快了，结果一会儿就出来了。先把这个尿样取了吧。哦。家属先回避一下，啊。好。这是有点蹊跷啊，难不成这尿样还有人偷？偷去干嘛？浇花啊？
应该是有人不想让我们知道那个尿样里的秘密吧？啊？啊什么啊呀？待会儿你就知道了。莹莹，你去哪儿了？我饿了，出去吃了点东西。一天就知道疯跑，看我病好了不打断你的腿！等你病能好再说吧。你，哎，妈，哎，没事没事，怎么回事啊？哎，没事没事，我收拾一下就好了啊。我帮你收拾就行。还敢瞪我？百草枯浓度0.9，正常人应该是阴性啊。可是他怎么接触到的百草枯呢？跟我来。啊。呀，哎，这不是患者家属吗？怎么是他呀？他为什么偷取尿样？很明显啊，他这么做的目的，为的就是不让我们发现患者体内的百草枯。找不出病因，就没办法对症下药，患者的症状会越来越严重的，甚至是死亡。他怎么会提前知道患者是百草枯中毒呢？难道是他给患者下的毒？不对不对，患者是他亲爸，怎么能下毒害他亲爸呢？我说你俩真够闲的啊，想这么多干嘛？喂，你好，我要报警。妈，您坐着。吃我的，喝我的啊！跟我来劲儿，打不死！患者家属，麻烦您跟我出来一下。有什么事儿吗？白医生要商量一下后续的治疗。哦，好。不是说要谈后续治疗的问题吗？为什么不在病房里谈？莹莹，你爸的尿样是你偷的吧？这事和莹莹没关系，有什么事问我吧。对不起，我在跟他说话。这个是你吧？莹莹，你是我，你为什么这么做啊？我不想让他出院，我想让他一直住下去。他可是你爸，你为什么不想让他出院？我恨他。为什么？我不想说。好，那我问你啊，你是怎么知道他的尿样里有百草枯的？是不是你用了什么方法让他接触到了百草枯？是我下的毒。你现在涉嫌投毒，我已经报警了。你们别抓莹莹，你们让警察抓我吧。是我，是我在金山喝的中药里下的百草枯，和莹莹没有关系。这已经算是故意杀人了。真的是我，妈。莹莹，妈知道你的心思，可是我不能害了你啊。那好，那你为什么这么做啊？
我不是莹莹的亲妈，莹莹亲娘走得早。我嫁给金山的时候，她才4岁。那时候金山有个小厂，我们家日子过得还可以。可是没多长时间，厂子就倒了，家里还欠了一屁股的债。金山他就垮了，成天就知道喝酒。他喝了酒以后，回来就打我。这10多年了，我身上的伤从来都没有断过。有一次，他把我胳膊都打断了，在医院里躺了1个多月。就是那样，他都敢当着医生的面还打我。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啊？我报警，他抓进去10天半个月就出来了，回来之后更是变本加厉的。离婚呢？都这样了还不离婚？有一次，我离婚协议书都签好了，可是他什么话也没说。第2天就上我家把我爸给打了。我是能离婚一走了之，可是我爸妈怎么办？我亲戚朋友们怎么办？那你是什么时候决定要给他下毒？从他打莹莹那天开始。我虽然是莹莹的后妈，可是莹莹从小待我像亲娘一样。每次金山打我的时候，莹莹都会护着我。一开始金山还算有点人性，舍不得打莹莹。可是有一次莹莹为了护着我，不小心弄伤了她，她就像疯了一样，把莹莹打得都会出血。从那以后，只要是喝了点酒，但凡是对谁有点不顺眼，他抬手就打。这些年来，莹莹身上的伤并不比我少。是想让他一直生病，一直住院，这样就不能打我和我妈了。我想再见我爸一面。小陈，你先出去一下。你的病因已经找到了，是有人给你下了百草枯毒。什么下毒？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你俩给我下毒，我会打死谢文亮。他俩下毒害我，我要报警。我要报警！你不要激动，我要报警！我们医院已经报警了。爸，我最后一次再叫你爸。这10年，你打我，打我妈，带来的伤害，我都用百草枯还你了。我跟你两不相欠。从今以后，我们不再是父母。
最好永远也别见。如果你以后再来找我和我妈，你做的一切，我会加倍还给你。妍妍，厉害啊，老白，百草枯都能让你想到，还没告诉我怎么发现的？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啊！哎，李春跟张莹莹被警察带走了，也不知道会被判几年呢。这就要看法律了，不是我们医生能控制的。这张金山没人照顾了，那可怎么办啊？给他找个护工呗。得他自己投降。啊。就是你在网上联系我，想要租我这房子的。哎，你好，是我。啊，那就过来看看吧。哎，你打算住多久了？1年吧。哎，好。进屋看看吧。怎么样？你要是喜欢，咱们直接签合同，也没有中介费。这屋里的东西呢，我会尽快拉走。你要觉得什么合适的，你就留下，收拾收拾就能住了。谢谢您了。哎，喂，你好，我在网上看到了您的信息，我想预约保洁服务。都收拾好了。哎，谢谢啊。不客气。如果您对我的服务满意，下次有需要联系我们就可以了。我们上门速度非常快。好的。那我先走了。哎，谢谢您啊。哎。过马路被汽车撞伤，血压70/40，心率135。喂，车祸！去找白医生，4床。有人被车撞了，血压100，心率100，心率100，家属还没联系上。5床，去找肖医生。患者因车祸导致胸腹受伤，已经联系上了家属，正在赶来的路上。血压65/40，血氧94，心率130。开通2路静脉通路，1000毫升林德，恒温，加压快速输入。好。这位患者能听到我说话吗？你现在在医院，知不知道？我给你做个检查。现在身体哪不舒服？哪疼啊？这疼吗？这疼啊？好。这疼不疼？疼。这儿呢？这疼吗？考虑患者胸腹连伤，失血性休克，氨钾环酸1克，静脉推注，准备床旁超声，另外加急申请5个单位红旋，注意给患者保温。好的。刚才那个被车撞的女孩啊，躺在路上，差点被2次碾压。她为了救人啊，上去拦车，幸亏刹车及时，撞得不重。但是人一直昏迷着，在车上拉过1次心电图。好，谢谢。心电图无异常。醒醒，醒醒，听得见吗？醒醒。血压176，100。帮我控制住患者。双侧瞳孔不肿大，光反迟钝，考虑颅脑损伤，准备气管插管，送去 CT。好，去准备。白医生，
胸腔和腹腔有大量积液，准备胸腔闭室引流，去找胸外和脯外的人来会个诊，联系一下 CT 和手术室。好。护士，那出车祸的女孩在哪儿啊？不知道。不知道啊。对不起。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周文璐家属是吧？是。我女儿怎么样了？患者被车撞伤，目前处于休克状态。具体情况的话，还要进一步检查。那拜托你好好检查一下。好，麻烦你们出去等一下。啊。哎，走。这不得看一下？哎呀，走。左侧硬膜下血肿，中线偏右，考虑脑疝。给患者上甘露醇降压，赶紧联系脑外科准备手术。好。这个患者是车祸撞伤，超声检查之后发现胸腔、腹腔有大量积液，做了胸腔闭室引流，扩容之后呢，血压比较稳定，考虑脾脏破裂出血，需要剖腹探查。手术室已经联系好了，赶紧预测 CT， 然后直接送到手术室。胸腔闭室引流，带血性，量不多，等 CT 结果出来再看看，先做腹部手术吧。肖医生，脑外的医生已经到位了，但是现在手术室只有1间，白医生那儿也申请了一个紧急手术。哎，大夫，哎，这走了呢，怎么？还有哪不舒服吗？白医生，现在院里只有1间手术室，我听说你申请了。我这边病人挺严重的，需要尽快做手术。我刚才那个患者也很严重，车祸导致失血性休克，考虑脾破裂出血。我这边是左侧硬膜下血肿，考虑脑疝。哎呀，手术室来电话了，有一个做阑尾手术的，大概还有半个小时就能结束，能给咱们腾出来。这样，你们先进，我那个患者手术之前还要做一个检查，30分钟差不多。谢谢白医生。把患者推到手术室。可是他的家属还没有联系上，要不要等一等？来不及了，要马上做手术。好，那我去给医务科打电话。护士，哎，这是我女儿报告怎么说？报告。家属先在外面等等。什么等？你只会说等是吧？你冷静一下。刚才不让我们在里面，现在你看这个报告出来了，就是还让我们等啊？您别这么。现在里头什么情况？你让我们知道啊！你什么情况？白医生，这2位是周文璐的家属，这个是他的检查报告。现在里头什么情况啊？患者因为车祸导致胸腔、腹腔有大量积液，需要马上手术。啊？什么？那刚才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现在需要手术了呢？就是啊，你们到底要怎么治啊？我们也想知道啊！你不能耽误我女儿啊！你们抢什么抢？你怎么说话？你这什么态度啊你啊？找人看吗？咱们听那边说。什么态度？什么那边说？他什么态度？得说清楚，这什么情况？我们白医生是我们院最好的主治医师，现在最重要的是给你们女儿看病，对吗？请你们配合我们工作。他就是知名大夫，他也不能。白医生，对呀，做阑尾炎的手术室供出来了，马上送病人过去。行。我们是有知情权的。别着急，别着急。哎呀。这怎么进去这么久还不出来呀？这都怪我，都怪我。你能不能别再叨叨了？要不是你没完没了的叨叨，那露露能饭没吃完就往外跑吗？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吗？我那不是也是为他好吗？为他好？啊，你天天逼着他跟那些四流不靠的人相亲，你是为他好？你这30岁不结婚怎么了？他就是80岁不结婚，我照样养他。你们小点声。你要坚持住啊！要坚持不住了，我怎么活呀？喂。白医生，周文璐的手术出了问题，刘主任让你去趟手术室。好，我马上过去。患者脾脏出血点已经修补好了，腹腔没有其他地方出血，右侧胸腔闭室引流出血增多，已经超过了1500毫升，需要马上胸腔镜探查。胸外科王主任还在手术上，所以请你来救个场。行，交给我吧。阿皮。
保护他。进。关灯。往左。右边。没有发现明显出血点，1000毫升生理盐水。右排通气。好的。裂口超灯了。谢，单位通气。好的。阿姆罗。1000毫升生理盐水。谢，双倍通气。好的。还有血性液体了。往眼前。往上。好。狗肌破裂，4件缝合。好的。周文璐，周文璐。肖医生，我女儿什么时候能醒啊？放心吧，手术很顺利，等麻药劲儿过了一会儿就醒了。谢谢啊，谢谢你们了。之前呢，我对你们的态度不太好，就说话有点冲，跟你们道个歉。不好意思了，没事儿，理解。但也谢谢你们相信我们的能力。一定相信，相信，一定相信。哎，肖医生，救我女儿的那个男孩现在怎么样？已经被我同事抢救过来了，暂时没有生命危险了。哦，就好。要谢谢人家的。谢谢啊，谢谢。来，手抬一下，腿抬一下，恢复的不错啊。我的运气真好，遇到你们这么棒的医生。心态不错，继续保持，有助于你恢复。医生，你们不会联系我父母了吧？我们肯定要通知家属。这下他们总算找到理由带我回加拿大了。回加拿大又要给我介绍一群奇奇怪怪的女孩。你好好休息吧，有事联系我吗？真没想到，相亲还是世界性话题。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叫“太阳底下无心事”。哎，你说巧不巧？今天跟他一起被送来那个女孩，也是因为父母让他相亲，一气之下离家出走才出的事儿。两代人的观念不一样，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是吗？两代人的观念就算有所不同，但是解决矛盾有很多种方式。这样的方式真的能解决问题吗？观念呢，不是一天形成的，改变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关键我觉得，老一辈这些想法也没有错，只是不适应现在而已。不适应就去沟通啊。再说了，做父母的还是要尊重孩子的想法，也要知道孩子是怎么想的。我到底是……不要再愤世嫉俗了，都看你了。白医生，今天谢谢你。谢什么？手术室。啊，没事儿，都是为了患者。你跟我想的不太一样。什么不一样？明天见了。
跟我想的不太一样。什么不一样？明天见了。